我后边呢就是这个沛县歌峰台，这个歌峰台呢就是这个汉刘邦这个皇帝呢这个唱大风歌的地方。在这个汉高祖这个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这个10月份，当时这个淮南王这个英布呢，他起兵反叛，当时刘邦呢就过去进行平叛。他这个英布呢非常英勇善战，这个军事当时甚盛。刘邦呢又不得不亲自出征，他的孩子都小，所以说呢只有刘邦自己亲自出征。后来呢他又击败了这个英布，在这个得胜还运的这个途中呢，这个离沛县比较近，刘邦呢就顺路呢就回了一次这个故乡沛县。这时候呢刘邦已经离开沛县10好几年了，他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感慨，把这个昔日的朋友还有这个长者都叫过来，共同这个欢饮这个10多天。一天这个酒酣以后呢，这个刘邦就一面击筑，这个筑呢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不大，后来当中呢就已经就是绝了一次，等到再后来呢，现在又把它复制了，说这是一种筑，这个筑呢是长敲击的一种乐器，它就是一面这个敲击这个筑，一面呢就创作了这一首这个大风歌。这个大风歌呢是即兴创作的，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所以说创作了这一首诗。在这首诗这个创作的这个前几年，你得了解这个刘邦的这个背景，你才能感觉到他这首诗的这个伟大与这首诗的这个情况。当时这个新建的这个大汉帝国呢，这个相继经历了这个燕王、这个臧荼，还有韩王信，还有陈豨的这个叛乱。这个现在呢，这个英布呢又造反，他又平定英布，60多岁的人亲自到那去平定他，所以说呢也是不容易。但这个北边的这个匈奴呢，又对这个大汉帝国可以说是虎视眈眈，国内这个反叛的这个势力也是伺机而动，还有这个整个国家呢，可以说是摇摇欲坠。这个刘邦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回到了这个沛县这个故乡。况且呢，自己在平叛当中呢，又受了伤。当时这个胸部呢，被这个英布呢给长箭射伤。当时这个医疗条件就是说很不好，那时候受点伤就很难治好。所以说呢，在刘邦来讲，当时这个伤搁那个地方还很疼。你想他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呢，他又想起这个前半生这个坎坷换来的如今的这个荣华富贵，在这个各方势力又正欲把这他亲手打造这个帝国呢，又推向这个深渊。你想想这个刘邦在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悲凉悲怆，掩盖着的一种这个豪气来唱这首大风歌。当时这个刘邦来到这个沛县呢，这个史记记载这个原文是高祖还这个过沛，刘这个置酒沛公，西召故人，说父老子弟呢酌酒，发沛中儿得120人，教子歌，这个酒酣，这个上几组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收四方。当时就是这个高祖呢，就是来到沛县，就开始这边呢，及早的都有这个送信的人。这个沛县这个老家人呢，已经搁这给他筑了一个高台子，就是一个土台子，把这些故人，就是当时刘邦的一些熟人，这些父老子弟呢，都叫过来。肯定得找给刘邦熟悉的，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找了120个儿童，教这个大家呢，教他这个唱的这个当时这个歌，在这个酒，在这个唱歌喝酒当中，刘邦呢就记住，就说起了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他这个意思呢，大概就是大风劲吹，浮云飞扬。就是大风吹起来了，这个天上的云彩在飞扬。我统一了天下，而今呢是衣锦还乡。在这个时候呢，我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勇士来守卫我的国家，来镇守四方？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风歌这一首诗呢，
抒发了这个作者啊这个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这个作者对国家这个忧虑的这个复杂心情。这首诗呢，仅仅就区区的3句，却包含了这个双重的这个思想感情，且出现别具一格的这个转折。这个诗呢，用大风用飞云来开篇，令人呢可以说是拍案叫绝。作者呢，这个并没有描写这个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士兵这个恢宏的战场上的这个如何歼敌，如何这个剿匪，如何平定叛乱的这个一个战场的形象，他没描述，而是呢非常高明巧妙的运用这个大风和飞扬狂卷这个乌云来暗喻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战争场面。威加海内其归故乡，仅仅一个威字，就是那样这个生动贴切的这个说明各诸侯都臣服于大汉天子这个刘邦的脚下。这个一个威字呢，也指出了这个刘邦的威风凛凛，这个所向披靡，这个天下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那种这个可以说是巨无霸的冲天豪迈气概。但诗篇的这个着重点呢，乃是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个最后一句比照上一句呢，可以说是直抒这个胸臆，写他的这个心情与思想。但这最后一句呢，刘邦并没有沉浸在这胜利后的这个喜悦与光环之中，而是笔锋一转，写出这个内心又将面临的这另一种巨大的压力。这一句既是喜悦，又是疑问，他显露这个刘邦的无奈与不尽的这个叩问天下。这个有谁能为他守住这片江山？而感慨这个昔日的功臣是一个个谋反，这个独留他这一个这个老者呢，可以说在这那个地方是老泪纵横。刘邦做这首诗的时候是老泪纵横，你想他当时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悲怆。想想这个刘邦呢，他是48岁起兵，这个仅仅是7年，这个55岁就夺取江山。这个来到沛县呢，仅仅就是4、5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仅仅62岁，62岁是虚岁，实际上是61岁。这个当时刘邦就是这个情况。你想想，写完这首诗几个月就死了，这是刘邦当时的这个情况。刘邦呢，来到这个地方呢，给沛县这个父老乡亲呢，把这个徭役都免去了。这个当时呢，他生丰县的气。丰县呢，虽然是他出生地，但他生气。刘邦呢，他的这个人生这个辉煌点，基本上都是在沛县。他的发迹，他的成长，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结婚跟工作都在沛县。在丰县呢，仅仅就是他的儿时，他的少儿时期在丰县。但是呢，丰县后来呢，这个丰县父老乡亲呢，也是跟那个尉迟一块呢就反叛了。他这个很生气，不愿意呢给丰县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免除徭役。这个沛县的父老乡亲呢，又替这个丰县父老乡亲这个求情，所以说呢，也免去这个丰县父老乡亲的这个徭役。所以说这个丰沛自古是一家，丰沛小当是一家，说没有必要再去这样区分那样区分，沛县跟丰县谁高谁低，沛县自古就是兄弟，就是一家人。好了，再见，谢谢大家。